婆婆发毒誓，老公外面要是有小三，让她出门就被撞。不成想，当天老公竟意外车祸身亡。她外面的小三怀着孕，对我下跪纠缠。当她难产生下死婴撒手人寰时，前婆婆彻底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就去过户，不许去上班。婆婆不知为何突然来家里，吵着闹着要把房子过户给安安，我觉得实在莫名其妙。你这样无理取闹有意思吗？眼看就要迟到了，我决定不再纠缠，赶紧出门。他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他力气不小，3两下就被他抓得满胳膊红印。家里阿姨和安安还没出门，我尽量忍着脾气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小安是你的亲生孩子啊，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妈？他这话说的实在可笑。论恶毒，有谁比得过他呢？我恶毒？从我有安安到现在，你搭过一把手吗？月子里，我妈来了以后，你非要来，整天故意找茬，我说什么了吗？我那是为你好，你少给我扯别的。今天就去给我办过户。看他瞪大的双眼，我觉得实在无语。这样的人实在没必要和他解释。今天你不听我的，明天我就让我儿子休了你。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，他应该是找好下家了吧？我已经起诉离婚了，麻烦你让他赶紧同意一下。还有，婚内出轨、净身出户，我们婚前签了协议的。他脸色突然一变，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我。谁说出轨了？谁有小三？谁出车祸撞死？你这样恶毒的女人，迟早要遭报应的。好啊，我等着。只是我的报应还没来，就接到了王庆出车祸去世的消息。我拿着手机，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婆婆就抬手给了我一巴掌，我被打懵了。电话里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我才反应过来。好的，马上到。你个贱人！阿姨，你先带安安出去吧，我不想去计较刚才的事，只想快点去医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虽然我已经决定和王庆离婚，但我从没想到他会就这么死了。阿姨抱着安安准备出去，婆婆直接尖叫出声，想从保姆怀里把安安抢过来。我直接挡在两人中间，拦住她的双手。你这个毒妇！小庆是安安的亲生父亲啊，你都不让他见最后一面吗？安安吓得直接哭出声来，屋里掺杂着各种尖锐的声音，我头疼得厉害，一把推开了婆婆。安安太小了，她不能去医院，医院各种病毒会交叉感染的。安安是早产婴儿，精心呵护了小半年，才和别人家100天的孩子差不多大。她绝对不能去医院。我眼神坚定地看着婆婆，要去我现在开车去，不然你就别去了。她又挖苦我几句，我都没再接话。可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王庆尸体旁身边已经站着另一个女人，她正跪在地上握着王庆的手，哭得几乎直不起身子。我控制住自己，尽量不那么狼狈，却看到她转过身后已经隆起的肚子。婆婆上前扶住那女人，我觉得大脑好像死机了。看着面前的几人，我浑身颤抖得几乎站不住。她看起来应该已经有7、8个月了，也就是说，我还没生安安的时候，王庆就已经和她有了孩子。死者王庆的妻子跟我来一下。那女人也要上前的瞬间，被婆婆拦住了。我朝她翻个白眼，跟着医生离开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几人都在哭，却没有人在意我。抬走吧。那女人起身瞪着我，婆婆挡在她前面，看起来好似一对好母女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直接看向身后的几个人，他们会意直接把人抬走。眼看几人要追，我挡在他们面前，
双手抱胸。你不会想看到你儿子死后也不得安生吧？婆婆在我身上扫了几眼，又看向那个怀孕的女人。别伤心了，好闺女，你这样妈心疼。我恶心的不行，开车去了火葬场。拿到照片的时候，我还是哭了。我和老公王庆是大学同学，我们是有感情基础的。他家里虽然条件不好，可我并不在意，只要他对我好，肯上进就行了。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，他家里人态度都很好，每个人都嘘寒问暖的，特别和善。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的感情好像就开始有裂痕了。自从我们开始谈婚论嫁，他家里就开始出各种事。家里大伯大姨病了，拿不出彩礼钱，我家里都觉得彩礼不是问题，只要他们家人对我好就行。因为我是家里独生女，爸妈早早就给我买了房，希望以后住得近些。我也告诉过王庆，他和他爸妈也都是同意的。婚后，婆婆一家基本不过问我们的生活，也从不打扰。好像就是从我怀孕后，我发现一切都变了。王庆总是各种加班应酬，消息也都是隔天回，甚至直接不回。我们结婚1周年纪念日的时候，我问过他是不是工作太累了，可他没有回答我。桌子上的饭菜也是一口没动就回了卧室。我怀着孕坐在客厅哭了一夜，可我不敢打扰他，怕他会担心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他总是拉着我过各种纪念日，还经常搞点小惊喜。生病的时候，他会冒着雨去买药。我生气难过的时候，他总是想方设法哄我开心。他好像从来没有负面情绪，总是特别稳重。我就一直告诉自己，他一定是累了，没调整好。直到我产后，看到他满是厌恶的脸，我才彻底清醒过来。他好像突然之间不爱我了。你这恶毒的人哎！自己丈夫死了，跟个没事人一样，连孩子都不让来送一送，你以后迟早遭报应的。婆婆尖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这刺耳的声音在月子里听过无数次。记得她刚到家的时候，我还没来得及下床，就听到她嫌弃的声音：你们城里人生个娃这么金贵，还雇了保姆了。我妈当时在一旁，脸色很不好，却还是礼貌地问候婆婆，可她却不依不饶，不知道把雇保姆的钱省下来给安安。听到这话，我实在忍不了，开口道：妈，您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她扫视整个屋里，才慢悠悠地开口：这不是大老远来上赶着伺候你，现在看来也用不上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她并没有要走的意思，而是直接我妈住的那屋走去。我给王庆打电话，他并没有接，直到打给了他朋友，那时候才知道，从我怀孕到坐月子，他根本就没有加过班。我像个傻子似的，整整1年都被蒙在鼓里。晚上王庆喝得醉醺醺的回家，那是我们第一次吵架，吵得特别凶。其实那时候我还是有一丝侥幸心理，可闻到他袖子上的香水，我知道骗不了自己了。我妈大老远来，还不是为了你？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赚钱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红着眼睛问他在外面究竟谈的什么生意，他闭口不言，还拿我妈比较起来。你整天你妈你妈的，我他妈像个倒插门一样。我妈来看我怎么了？王庆，我妈给你买车，给你疏通关系进公司，我妈哪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样说她。那场争吵以杯子落地的声音结束，我妈也开始回家里住。可婆婆整日里闲得没事就挑我的毛病，我的思绪还在飘荡，一旁的女人竟晕倒了。医生，医生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焦急的婆婆。就连我产后大出血，好像也没有见到过她像今天这般。月子里一次天都黑了，她还没回来。我实在饿得不行，
吃饭就没等她，可菜刚端上桌，婆婆一进门就把满桌子的饭菜掀了个精光。我没力气和她吵，就准备去厨房看看还有没有。还没到厨房，她拽了我一下，我就直接晕了过去。我毫无征兆地进了医院，等我醒来才知道，原来我竟然产后大出血了，差点没了命。我妈守在我身边哭，可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见到我婆婆的身影，而王庆也一直没露面，甚至一通电话都没有。那次之后，我就下定决心要离婚了。我妈抱着我哭得厉害，一个劲地说我受苦了，在医院住了快半个月，而我也落下了后遗症。看着被抬上病床的女人，虽然脸上憔悴，可也是化了妆的。可为什么同事就不能同待遇呢？我永远都忘不了王庆说过的话，脸那么白，化妆了吧？你不知道对孩子不好吗？快去擦了。他不知道那时我刚出院，脸色惨白，他却没有关心一句。在医院半个月里，他一次都没有出现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婆婆还在一旁说风凉话，因为我这个老婆子呗，看不惯我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婆婆又做事收拾东西。那次我和我妈都没有出声，她心虚地看看王庆，最终还是没有离开，直到我出了月子她才离开。如今急匆匆地赶来，应该就是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吧。我先回去了。我看看产房外焦急的婆婆，还有她一同来的亲戚，准备离开。谁准你走的？去把住院费交了。我觉得她的话有些可笑，她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了？看着强势不讲理的婆婆，我没有力气和她掰扯，刚转身却被抓住胳膊。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我一把甩开她的胳膊。有病去挂号，我不是医生，治不了神经病。她还不依不饶地拽着我，直到保安过来才放开。不然这样，你跟我去把房子过户给安安。她应该想着能白得个房子吧，简直白日做梦。因为月子里经常生气，我落下了头疼的毛病。医生告诉我不能生气，可遇到这样的婆婆，我怎么可能不生气？你以后死了，这房子还不是安安的？早一天晚一天又怎么了？这就盼着我死了？你应该活不到那一天，估计是看不到了。她的脸色很不好，没想到有一天，我竟能把她堵得说不出话来。你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子，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长辈。他这样的也要自称长辈，真是恬不知耻。见我不理他，他又开始了撒泼打滚，在医院的走廊上不停地哭闹。医生来劝他也不管。我抬头盯着他，这疯女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撇清关系？我可怜的儿子啊，你留下老娘一个人可怎么活呀？他以为我不出声是怕了，就起来扯我的胳膊，走，现在就去。看着身体强健的人，我有些错觉，死的到底是不是他亲生儿子？我站在原地没有动弹，冷眼看着他演戏。就当他又要开始撒泼时，医生突然急匆匆地跑出来说要顺转剖。我不禁往手术室里瞥了一眼，他好像难产了。不行，坚决不行！婆婆把家里用惯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上演在手术室前。医生对着她解释，她却开口要告医生，都是你这个大夫，肯定是你要害我孙子，我要去告你。医生听到她的话愣住了，再次开口让她签字，可婆婆死活不肯签字。她说剖腹产生出来的孩子身体不好，担心那女人的同时，我突然为自己庆幸，当初我生安安也是顺转剖，幸好身边是我爸妈陪着。庆他娘，小琴在里面那么久了，不能出事吧？她身旁的一个女人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，你放心吧，生个孩子能出什么大事？就那些个医生吓唬人。那女人又想说什么，却被他一眼瞪了回去。
我不由得笑起来。他这样的人，凭什么能决定别人的生死？几位医生对视了下，再次进入手术室，看着里面躺着的女人，我知道她快要死了。看着手里的相片，他们俩还真是有缘分。我把骨灰递和照片递给婆婆，准备离开。她还是那副穷凶恶煞的模样。你要去哪？回家，回家。我儿子死了，你很得意是不是？要不是你，我儿子能这么短命吗？我儿子一向听我的话，可就是认识了你之后，总是和我吵架，都是因为你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。说着就又要动手，我握住了他的手腕。我虽不屑和他们纠缠，可他们却不打算放过我。你再动手动脚的话，就别怪我报警了。他看了眼旁边的人，又转头看向我。小庆已经死了，安安我可以不要，但是房子得给我。听到这话，我都想笑。这是人说出来的话吗？我最后一次告诉你，房子是我爸妈买的，户主是我，和王庆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休想打这个房子的主意。我直接摊牌告诉他，可显然他不死心呢。他一直从医院闹到了警察局，还在和警察哭诉的时候，我突然肚子疼得不行，头上一直冒冷汗。警察无奈地对他们解释，这事情他们管不了。婆婆却突然起身朝我走过来，不安分的手也开始不停推我。我扒拉开肩膀上的手，她却不依不饶地继续拍我，帮我打120。警察注意到我的不对劲，赶紧打了电话。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我几乎没了意识，只看到爸妈赶过来的身影。念念念念，映入眼帘的是妈妈疲惫的脸。妈，我有些记不得我是怎么来医院的了。看着洁白的天花板，有些想哭。念念，你终于醒了。刚转到普通病房，婆婆竟然带着那女人来了。她竟然活下来了。她的脸煞白，豆大的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我昏迷了应该不久，她现在不好好休息，是不想要命了吗？我正准备开口，那女人对着我就跪了下来。姐姐，你就帮帮我吧。我真不知道王庆他已经结婚了，可现在我实在没办法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我爸发火。他指着那女人吼道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是要我女儿的命？不一会医生进来，看着屋里的情况开口，他现在刚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那女人不死心地往我身边挤，我求求你，我生了个男孩，他是王庆的骨肉啊，你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们母子一无所有吗？我撑着身子坐起来，尽量保持心平气和。王庆已经死了，我和他的婚姻关系也已经自然解除了。那女人狐疑地看我一眼，又转头看向婆婆，可婆婆不开口，她没办法，只能继续纠缠我。看着藏在她身后的婆婆，我再次开口，你想要钱对吗？可我没有钱，我刚上班不到2个月，王庆已经小半年没回家了。你那房子呢？婆婆终于开口，眸中尽是得意。房子是婚前我爸妈买的，你碰都别想碰。哟，好大的口气！结了婚，房子就是你和王庆的，最好赶紧拿钱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随意。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平静，我爸却平静不了，直接骂了起来。你们家可真要脸，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可积点阴德吧。婆婆一下子炸毛了，不停地往自己脸上扇。还老师呢？老师嘴里都说这话呀，真是有够丢人的。我爸还想说什么，我一把拉住他，医生叫保安把人赶了出去，并调侃道，小姑娘眼光不大好。我扯嘴笑了笑，的确眼光不好，好不容易出院，刚到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看着婆婆的大名，我笑了笑，真的太滑稽了。我给陈律师打了电话，他说这事好办。刚放下手机，安安爬到我身边，
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我，小手不停地伸着要我抱。不知怎么，我莫名想哭，我哭着抱住安安，她软嫩的小手在我脸上摸着，她在心疼我。念念，好孩子，不哭了。我妈抱着我哭起来，我爸抱着安安去了厨房。法院传唤当天，婆婆在开庭时就不停地哭，一直在说自己儿子死了，是被我害死了。不管陈律师问她什么，她都不回答，只一个劲的撒泼。审判长看不下去，公诉人也十分无语。王庆是去找情妇的路上出车祸死的，而且我曾上诉离婚。对面律师脸色不好，看了眼婆婆，继续开口。我方当事人要求合理分配遗产，被告却一直不予回应，是或者不是？是，因为根本没有遗产，分什么？陈律师拿出各种资料，银行流水以及之前的诉讼书，最后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请，还把我妈之前送给王庆的车要了回来。可在离场时，他又突然闹起来，要把安安抢回去。严律，婴儿不足2岁，无条件判给母亲。你不会这都忘了吧？陈律师忍无可忍，直接对着对面律师开口：陈导，对不起。他拉着婆婆就走，看来他也是受害者呢。你认识他？刚才见他叫陈律师陈导，应该是认识的吧？以后不认识了。陈律师对着我笑笑，伸出手：祝你以后生活顺利。我笑着道谢。这2年仿佛把这辈子都经历完了，以后应该没什么比现在更难的了吧？可世上果然没有最难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件事有多恶心。回到家不一会，就看到婆婆再次来到小区，他们不依不饶，非要上楼找我。我觉得她实在可怕，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爸妈在看着安安，物业给我发了消息，可我不打算见她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若她还要纠缠，那就只能报警解决了。我在家休息了几天，虽然爸妈说不用那么着急去上班，可我也不能一直靠着他们，总得独立。刚到公司，就看到婆婆的身影。哎呦，我可怜的儿子哟，怎么就娶了这种女人啊？我没有理会他们，直接走了进去。他却不停地在后边嚎叫：林念，经理叫你。我叹了口气，走进办公室。经理，您找我什么事？楼下的我已经处理了，别影响上班的心情哈。我有些惶恐地盯着他，竟然不是让我辞职，他什么时候那么好心了？但我不敢多说什么，赶紧点头出去。念念姐，给你吃。看着小桃把最爱吃的酸奶饼干给我，我笑着道了谢，不过我还是不吃了。你吃吧，你吃，这是甜的。他说着就要往我嘴里塞，刚塞到嘴边，经理正好出来，我赶紧推推小桃，可经理却开口：今天有甜点，等会记得拿外卖。说着就走了出去。小桃开心的不行，我却开心不起来。他们好像都在照顾我，可他们越这样，我就越愧疚。念念姐，你不觉得老板今天特别帅吗？是他付钱的样子帅吧？小桃笑笑没说话。我也终于放下心来，本以为公司里的人会有什么议论，没想到他们什么都没说。晚上回到家也没有见到他，一连几天他都没有出现。我想这是终于过去了吧。可没想到，周五晚上，婆婆再次出现在公司门口。我一下班就看到她满眼红血丝的双眼死死瞪着我。她不说话，我也不准备搭话就要离开，却被她突然抓住。我被掐得快要呼吸不过来。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我不停地想要推开她的手，可她力气实在太大。今晚加了会班，这会已经没人了。就在我要窒息的时候，突然一个人冲出来，把婆婆撞倒在一边。我跌倒在地上，大口地喘着气。婆婆像头牛似的从地上起来，
又要朝我冲过来。警察赶来时，他还在不停地扑腾，我这才看清楚，那人竟是经理，他脸上被抓出了好多血痕。我看着婆婆的双眼，害怕极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一定要缠着我？警察把我们一并带回了警局，我被送到医院做了伤情鉴定，脖子上的淤青很重，我差点就被勒死了。婆婆被警局暂时关押，经理送我回去的路上，我才想起来道谢。他在外地出差，这么晚回来，应该是有什么急事吧？对不起，经理，会造成什么损失吗？我问得小心翼翼，因为我怕我赔不起。他却突然把车停下，严肃地盯着我。林念，你能不能有点脑子？遇到他不会直接报警吗？对不起，他很生气。完了，这单估计是砸了。直到到家，我都没敢再出声。下了车，我认真地再次向他道歉，并保证一定会把公司的损失弥补回来。他没说什么，只是点了根烟。我知道不该打扰了。回到家，爸妈看到我脖子的痕迹，本想瞒着他们，怕他们担心，可这伤根本瞒不住。念念，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了。爸，我已经给陈律师打了电话，这件事你不用操心了。他那样的人，越是忍让，反而会让他越得意。我要告他杀人未遂，这次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安安咿呀着朝我伸手，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刚才的一切都过去了。妈妈抱你去玩。我抱着安安回了卧室，看着陈律师发来的资料，有些吃惊。那女人难产都挺过来了，却还是死了。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不安地看向陈律师，再三考虑，还是开了口。所以，他现在疯了吗？精神病人犯病伤人是不用负法律责任的。如果他真的得病了，那这场官司打起来，怕是不好胜诉了。其实，如果他真的得病了，反而有更好的办法。陈律师发来的消息让我有些不解，什么更好的办法？总不能把人关进精神病院吧？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家里还有别的直系亲属吗？好像没有了。公公走得早，他一个人把王庆供出来，所以我的确能体谅他没了孩子的痛苦。可他不是个值得可怜的人，更何况那个怀孕的女人也是他找的。他们原来在老家已经办了酒席，我当初的懂事不过是场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休息吧，等有新的消息我会打给你。挂了电话，看着正咿呀发声的安安，我心头涌出一股委屈。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，他的律师不出意外提到精神问题。陈律师看我一眼，正准备开口说什么，他却直接站了起来。我没病，他该死，他害死了我儿子，还害死了我儿媳妇和孙子，他怎么不去死？我要他死！看他大有一副要吃了我的模样，我不禁后怕。这种不要命的人才是最可怕的。如果没有外物控制，我真的觉得他下一秒就会冲过来杀了我。他现在的精神状态看起来真的像疯了一样。可他儿子死是他自找的，不是吗？至于那个女人和孩子，不是他自己做的孽吗？如果不是他一直不肯签字，他的身体怎么会那么差，以至于孩子刚出生就夭折？如果不是他的强势，那女人怎么会生产之后就被迫跟着他找我吵架？现在他死了，后果却要我承担吗？我爸妈在旁听习气的不行，他还在不停嚷嚷我要杀了他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他不停地拍打桌面，像是要冲出栏杆的野兽。肃静！陈律师递给我个放心的眼神，才开始发言。他把我之前大出血的住院单交了上去，又把之前去医院威胁我的视频直接当庭播放。我方当事人多次受到威胁、恐吓，如今更是直接遭受伤害。
陈律师有条不紊地开口。我看向发疯的婆婆，还真是不能只看外表。在陈律师的诉讼下，她被强制性送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考虑到她有暴力倾向，直接把她带到了特殊精神病院。看着她被带走，我还是心有余悸。念念，以后爸妈陪着你。之前很多次我都没有告诉他们，如今让他们知道，怕是又要担心了。爸妈，谢谢你们，我连累了爸妈那么久，只希望以后能安稳的生活。可终究是事与愿违，眼看着我的事业步入正轨，安安也在一天天健康成长。可安安却突然生病了，夜里突然开始吐奶抽搐。我着急地抱着她来到医院，本以为没什么大事，竟得到一个噩耗：安安得了一种怪异的血液病。我只能陪着她住院做各项检查，最终确诊血液肿瘤。我整个人如遭雷劈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安安那么小那么乖，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呢？爸妈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没有让他们陪我留下，他们这2年好像老了很多。我知道是因为我，所以我不愿再让他们陪着我担心。这种情况比较罕见，全球成功的也只有寥寥无几。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我只要他活着。我听得懂他的言外之意，可我的安安，他还那么小，他不能就这么离开。安安在医院住了将近半年，可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。他稚嫩的小脸上全是痛苦，小小的身体插满的血管。从前他特别喜欢对着我笑，可现在他却硬邦邦地躺在病床上。医生再次推着他去检查的时候，爸妈第一次开口：念念，要不就这样吧。我不可置信地盯着我妈看，她怎么也要这样说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都要告诉我安安不行了？她明明还有呼吸的，她的小身子软软的，她没有死。妈，如果有一天我生病了，你会放弃我吗？当然不会。她的声音颤抖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可紧接着她又开口：但是念念，安安她已经没有反应了，她活得很痛苦，就让她安心地离开吧，好不好？我看着被推进监护室里的安安，她的眼睛紧紧地闭着。她是不愿意看到我了吗？泪水不断模糊着我的视线。我看着安安一步步往后退，直到我看不到她了。是不是离得远一些就不会那么难受了？我站在天台上望着天，不知道我以前究竟做了什么恶事。老天要罚就来罚我呀，为什么要欺负那么小的安安？念念，爸来了天台，安安已经走了吧？我退回本想向前的脚步，朝着他走近。爸，我声音里止不住的哭腔，趴在他的肩头不停地哭。我给安安买了最好的棺木，我想他应该会喜欢。我一遍遍翻看着从他出生以来的每一张照片，他真的很好看，像个小天使一样。可看到后面，我才注意到爸妈额角的白发，因为他们已经有白发了。妈一向最重视穿搭和保养了，现在却穿着围裙，脸上竟也有了皱纹，是我对不住他们。念念，多少吃一些吧，身体受不了的。我妈穿着围裙，满脸担忧地看着我，我朝着她点点头，她眉眼处肉眼可见的欣喜。我好像还没有好好孝顺他们。妈，我身子已经没事了，倒是你得好好照顾自己。这次吃饭我吃了很多，我不想他们担心。吃完饭，我把屋子重新收拾了一遍，把关于安安的一切东西都收了起来，锁进柜子里。看着镜子里面容憔悴的自己，被吓了一跳。那就从今天开始，一定要好好振作起来，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操劳了。在家休息了快1年，再次踏进公司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变了很多。念念姐，我还没看到小桃，她就跑到我怀里了。念念姐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我也很想你。
看着在我怀里撒娇的小桃，我突然对公司有了种家的感觉。刚来到工位，组里好几个人围了过来。念念姐，你不知道你不在，我们都乱套了。瞎说，1年时间里都乱套，公司早就倒闭了。念念姐你回来，我们就轻松多了。我笑着摇摇头，正准备开始工作，经理把我叫了进去。突然想到之前我害他丢的单子，莫名有些心虚。经理，您找我？休息好了。我疑惑地点点头，刚抬头瞟一眼就被逮个正着。不知为何，面对经理我总觉得心虚。虽然心里想着大不了换一家公司，但在对视的瞬间又没了底气。万一他给我写个辞退信就完了。都一个圈子的，就算走了，估计也避免不了见面。经理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能特别快进入工作。我现在所有的积蓄都没了，不能丢了工作，赶紧开口给自己打广告。知道了。他的淡定让我安心些。我正准备出去，他又开口，累了记得请假。这话好像默认是辞退的意思，还是要离开吗？我点点头，准备回工位收拾东西。他又补充道，我的意思是，以你的能力，请假也没事。哦，原来是认可我的工作能力，吓我一跳。说话断断续续的，真的是吓人。经理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没了。我笑着赶紧点头出去，生怕慢了一步就再被叫回去。不知不觉已经年末了，看着天空飘的雪花，我有些感慨，已经好久没见过这样大的雪了。雪好像真的有一种莫名的力量，总能让人安心。我带着爸妈来了大兴安岭，这里真的很美。我看着小小的笔记本笑了起来，笔记本里是我小时候的，上面写了很多长大后要带爸妈去旅游的地方。大兴安岭就是第一站。我没有同爸妈讲，我旅行箱里装满了安安的东西，每去一个地方，我就把东西捐一件，这样也算是带着他看这世界了。妈，我给你们拍张合照。我推着他和爸站在一起，他们好像又回到了之前。1、2、3，看着相机里定格的照片，我由衷地笑了起来。还好，我没有让他们担心太久，还好，他们还来得及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。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去，我帮你们拍一张。谢谢。我跑到爸妈身边，我们都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只是怎么越看越觉得对面的人眼熟。经理，林念，他好像也刚认出我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方案有问题追杀我呢。不是来追我的就好。我小声嘀咕着，赶紧给我爸妈介绍。你刚说什么？我是说要我给你拍一张吗？好啊。接过相机的瞬间，他在我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，不过我戴耳机没听到，只能对着他笑笑。突然发现他笑起来还挺好看的。爸妈，走吧，我们要离开了，把所有的过往都放下，重新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